边看王者边听小说，苏哲王者荣耀，夜黑语著。第545章，史上最逆风。逆风了！开局2个人头已经将 Prime 战队的局面打得不能再逆风，眼前的情况很明显， Prime 战队失去了本场比赛的主导权。就算是上一场面对 Thunder 战队的时候， Prime 战队也不曾如此的被动，眼前的情况是 Prime 战队从未遇见过的，这样的节奏让他们都很不适应。而 Quake 战队没有手下留情的意思，他们的入侵速度还在加快。橘右京回到己方野区清空野怪，拿下红 buff， 随后第一时间朝着下路进发，边路的目标正是 Prime 战队前期一直弱势的吕布。 Lucky 小心，他们很有可能去找你。苏哲看到 Quake 战队的姜子牙和橘右京消失不见，算算时间，又是他们已经清掉边野的时间，于是马上给 Lucky 提醒，他们此时的确很有可能去 gank 吕布。明白。 Lucky 轻轻点头，随后开始后撤。但就在此时，对线的凯冲了上来，一技能给出减速吕布，同时马上就是2技能极刃风暴打出连招控制效果。与此同时，河道上人影晃动，蓝光一闪，橘右京拔刀向前，被动技能拔刀斩减速之后，抬手就是一招居合打出眩晕效果。Lucky 也不是弱鸡，手速快到惊人，早在凯交出极刃风暴的时候，他就已经感觉到不对了，在控制结束的瞬间给出闪现。可惜终究还是慢了一步， Quake 战队的配合太默契了。闪现虽然交出去了，但吕布也被橘右京的居合扫中，落地后一个短暂的眩晕，这就让 Lucky 很难受了。我们看到 Lucky 的吕布还是被抓住了，这下就危险了。闪现已经交出去了，一旦被姜子牙推回来，那么吕布是绝对不可能走脱的。解说艰难地说道，他几乎是等同给吕布判了死刑。事实也的确如此， Lucky 想要逃命已经非常困难了。 Quake 战队的姜子牙直接交出闪现，一个位移到了吕布的身边，抬手一招2技能将吕布往防御塔后击退，这就让吕布的闪现白费了。一技能给上降低双抗的同时打出 90% 的减速，吕布几乎被困在原地无法动弹。 Quake 的橘右京和凯2个人冲上去，橘右京的爆发与凯的爆发拿掉被降低双抗的吕布，简直轻松愉快。前期的吕布没有任何反抗的能力，2技能给出之后的护盾也瞬间被击破。 Quake 战队阿牛的橘右京拿掉了这个人头， Prime 战队再次送掉一个人头。击杀 Quake 战队前期的节奏真的好，解说千不由得赞叹道，一个姜子牙打的 Prime 战队毫无招架之力，3个人头过后， Quake 战队的经济优势基本上巩固起来了，3个人头就是700块，这在前期真的不是一个小数目。杀掉吕布之后，双方野区刚好刷新，而 Quake 战队毫不犹豫地选择继续入侵野区。河道上2分钟的暴君不急着拿，因为 Quake 战队知道 Prime 战队根本就没有抢暴君的资格。此时 Prime 战队的李白和孙膑还在为自己的发育头疼，又怎么有闲情逸致去抢暴君？ Prime 战队这边，大家的气氛无比的低落。 Lucky 被送回家之后心态有些不好，皱眉说道，靠，这 Quake 战队真是太阴险了，现在这个阵容怎么打？咱们根本就拖不到后期。队伍里的老前辈 Tiger 安抚道，别慌，还没到山穷水尽的时候呢，现在经济差还过得去，3座防御塔也都还在，你就踏踏实实打钱，别的都先别管。韩小军也点头道，没到心态爆炸的时候啊，没到心态爆炸的时候。冷静，先冷静。 Lucky 深吸一口气，强行控制住自己即将爆炸的心态。不过说实话，自从曾经王者城市赛败给苏哲之后， Lucky 的心理承受能力已经强大了很多倍了。而再看苏哲这边，哪吒与对面的刘邦在和平发展，线上的操作苏哲稳压 Quake 的刘邦，前期河道上的蓝乌龟落入了苏哲的囊中。现在双方战队按照位置上来 PK， 只有苏哲的哪吒经济领先于同位置 Quake 战队的刘邦，其余4个人
Quake 战队稳压 Prime 战队一头。第二波野怪刷新 ，Acon 的李白在旺财孙膑的保护下来野区拿蓝 buff， 此时的李白还没有到4，生存状况非常艰难。还没进入 buff 坑，孙膑先手一个手雷扔到了草丛中，蓝 buff 旁边的草丛最容易暗藏玄机，敌人如果躲在这的话，实在是防不胜防。结果就在孙膑手雷扔出去的一瞬间，一道光芒闪烁出现，是姜子牙的2技能，强行将孙膑和李白击退。爆炸点的圆心在孙膑和李白的中间，于是孙膑被推向了野区的外围，而李白则被推向了野区之内，两个人直接被拆分。同时，孙膑惨遭姜子牙一技能的减速和削弱防御。旺财根本不需要判断就知道自己凉了。此时 Quake 战队的橘右京已经5级，姜子牙也已经4级了。4级的姜子牙一技能已经升到2级，只要被他一技能命中，那么就是必死无疑。你撤退，别管我，快！旺财悲壮地喊道，同时给自己上了一个加速。但这加速于事无补，橘右京一招拔刀斩，又一招居合，衔接一招戏血，姜子牙则选择照脸给大。孙膑还没有刷出回血，就直接被2个人的 combo 送走。又是一个人头 ，Prime 战队简直被压制得喘不过气来。看台上伍兹、杜鹃、黄珊等人个个脸色苍白，额头渗出冷汗，真的没法打，阵容的差距太大了。错误地估计了对方的选人，过度依赖于后期英雄就是这样，前期一点节奏都没有，被敌人狠狠碾压住。解说里，无论是剑南还是芊芊，都对 Quake 战队的前景表示看好，而觉得 Prime 战队已经没有办法继续了，很难了。这波野区又是被 Quake 战队反掉，滚雪球的雏形已经起来了 ，Quake 战队逐渐开始经济碾压。另外已经有4个人头的差距了，而 Prime 战队这边还没有人头进账，这也是将近1000块的经济差距，这在前期已经不少了。转身回去，清空了野区的 Quake 战队清掉了第1条暴君，失去了旺财的辅助，李白根本不敢一个人冲进去抢龙。在暴君被拿下之后， Prime 战队的武则天和哪吒才先后到4。苏哲与 Tiger 是 Prime 战队最早到4的2个人，其余人都还在3级苦苦挣扎。看到这里，观众席上 Prime 战队的粉丝都有些承受不住了。他们不敢相信眼前的这支战队就是自己长久以来支持的战队。他们觉得 Prime 战队今天的表现有点假，根本不像是一支职业队伍。但事实就是事实，只是观众们无法接受罢了。这场比赛就摆在眼前，假不假不是观众可以说了算的。事实上，稍有经验的老手在比赛前看到 Banpick 阵容的时候就应该料到这个结果。大前期撞上大后期， Prime 战队能打成这样已经很不容易了。Prime 战队加油啊，振作起来！ Prime 战队加油啊， Prime。观众席上的呼喊声一浪高过一浪，是 Prime 战队的粉丝们绝望但却殷切的呐喊。知道你是这么死，刷一下被动，然后大招，然后2技能再刷一下，你得有命刷。啊，要是像拿貂蝉这么顺就好了，这队友也厉害，这打着也顺。